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东施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
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，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。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剑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
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啊，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的？当年攻玉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剑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，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呵呵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越安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直接去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
啷子了？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，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，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。走。有人下毒，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
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去。是。花剑伞。先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剑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竹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越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，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毒，传剑山岳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岳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岳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父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吧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浩元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父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
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区无双城的内乱，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，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，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北离江湖，波澜壮阔，南城雪月，东城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。可光明之下必有阴影，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了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只见是为了什么？鬼大人，有消息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，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年轻时托大，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。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
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到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哼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是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啊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林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
你那个红痕就会飞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啊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，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哎，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。姑娘莫怕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
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？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，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傅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朱印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的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长河。
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应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！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散中藏刃，为何不敢一chiến？谢家的风舞龙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镜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
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吗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图安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